欢迎大家回到爱生的频道。2026年4月20号，苹果发了一封内部的备忘录。那这样一封电邮呢，宣布了一件大事：库克要退位了。按理说，把一家市值3000亿的公司一路带到超过4万亿的商业教父，库克他是一位相当成功的 CEO， 他愿意主动放权，提前退位，这本身已经是石破天惊的大新闻了。但是最炸裂的是，接任的这一位在华尔街商业分析师的候选人名单里头，他并不是排在第一位的。这个人叫做特拉斯，今年50岁，即将成为苹果历史上的第8任 CEO。 特拉斯发给公司员工的电子邮件里面有一句话：我既在乔布斯的手下工作过，我也把库克视为自己的导师。那这样一句话看起来是非常标准的外交辞令。那毕竟嘛，新任 CEO 走马上任，向公司的创始人跟前任的治理遗产分别致意，是必须要走的一个程序。但是请你仔细想一想，这两个名字放在同一句话里头，有一个结构上的真实。特拉斯他同时服务过两个逻辑完全不同的 CEO 的时代。乔布斯的时代是由我来决定什么是对的，而库克的时代是我来问问题，然后你们给我一个答案。这两种管理风格跟决策的模式，特拉斯他都经历过。任命公告的第二天，彭博社的记者古尔曼他发了一篇文章，援引一位知情者的话说，特拉斯他自己会做决定，他不像库克他喜欢问问题，但是不在选项之间拍板，他等着高管自己炒出来一个决定。特拉斯他会做决策，有可能是对的，也有可能犯错，但他至少不会畏惧去做这个决定。所以我们把这些信息放在一块儿，要理解苹果公司本次的接班安排会更容易一些。因为苹果本次换帅，它不单单只是换了一个掌舵的人，它也换了一个公司治理的逻辑。但是本场 CEO 的交接有多少是仪式，有多少是宫斗，其实取决于你怎么样去看待那些公开的新闻报道背后的这些东西，候选人的名单，权力的转移的路径，那些在非正式场合里面一真一假的话，还有就是这样一笔在4月20日同时宣布的捆绑交易。所以要看清楚苹果本场宫斗的戏码，我们要先理解为什么库克他要把自己本来已经辛辛苦苦培养了14年的东宫太子废除掉。所以苹果公司这个人类有史以来市值最高的4万亿市值的大公司，它的 CEO 继承之战本身也是充满了各种抓马的情节。而最富有戏剧性的一个场面，要从一个现场的演示说起。2024年6月10号，苹果春晚 WWDC 开发者大会，软件工程主管费德里吉走上舞台，身后打出了Apple Intelligence 苹果智能4个大字。他演示了一段 Siri 的交互，用户只要对 Siri 说，帮我找到女儿发来的毕业照发给奶奶，那 Siri 它立马就可以理解毕业照、女儿、奶奶几个不同关键词的语境，找到正确的照片，然后通过 iMessage 发送出去。现场观众的掌声很大，库克在台下，当时现场的记者形容他的表情是非常享受的胜利者的轻松和愉悦。发布会次日，苹果的股价上涨了 7%， 一天之内苹果的市值就增加了2000亿美刀。但这之后发生的事情不太好看。9个月之后，苹果 Siri 团队的内部人员他们的说法验证了一个猜测，就是这样一场演示的 AI 功能，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可以工作的版本。用苹果员工的原话来说，这个是理想化的样本，它并不是功能原型。意思就是，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尽快
做到演示会发布的这些功能，但是很可惜，一直到现在也没能做到。我们可以数一下时间线，2024年6月份演示成功发布，9个月之后的2025年3月份，苹果官方宣布这个功能无限期推迟，再到2026年4月份，苹果官方的口径依然是将在未来推出。22个月已经过去了，朋友们。一家全球最顶级的科技公司在旗舰产品发布会上演示过的 AI 功能，即便这些 AI 功能说实话在现在看起来已经过时了，但是整整2年过去了，苹果依然交不了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个多么尴尬的场面。不要说在苹果公司的历史，即便是在消费电子的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相当荒谬。有观众可能要问，是不是因为苹果的工程师他们的水平突然间就不行了呀？其实不完全是，这背后有一个跟库克的公司治理的风格直接相关的结构性的问题。古尔曼对于库克他决策风格的描述是这个样子的：开管理会议的时候，库克他不在选项之间拍板，他会问问题，20个问题抛出去，让高管们他们自己讨论出一个结论。那这套方式有它自己的道理，因为在苹果的生产线已经高度成熟的年代，决策哪怕放慢一拍、放慢半拍的话，等到所有人达成共识再行动，出错的概率会更低。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时候苹果对于某一些产品的创新，它并不是第一个做出来的，但一旦苹果决定要介入，它推出来的产品往往是最优的解决方案。但是到了2024年前后，竞争的环境变了，在 AI 的时代，所有的这个产品推出来的步伐都空前加速了。OpenAI 跟谷歌，尤其是 A 公司，他们在 AI 产品上的迭代速度、决策周期以周甚至以天为单位，而不是以季度为单位的。苹果这样一套咨询式的决策文化，比如说先问20个问题，让大家充分讨论之后再决策，这样一种拍板的节奏，在这个 AI 的时代是结构性的慢了半拍。库克他必须要给出一个说法，所以他批准了这样一场产品的展示。但是这个功能演示所依赖的 AI 的技术底层的团队一直都没有真正的解决。2个月之后，苹果宣布与谷歌签署了合作协议，将在 iPhone 上引入谷歌的 Gemini 大语言模型，来提供高级对话功能，来提供高级对话能力。那换句话来说，全球市值最高的高科技公司苹果，它不得不用竞争对手谷歌的 AI 来填补自己在这方面的空白。所以这不单单只是一个技术决策而已，这是苹果不得不低头承认，在 AI 这方面已经输了，在时间窗口里面根本就跑不出来想要的结果。而且更要命的是什么呀？同期库克任内还有2次大型的押注全都落空了。Vision Pro 头显这个项目开发10年，2024年2月份上市，卖了2年没有突破100万台。本来在苹果内部 Vision Pro 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下一个 iPhone 的时刻，但很可惜彻底失败了。苹果汽车内部代号叫做 Project Titan， 从2014年启动到2020年2月份被彻底放弃，历时10年，烧掉100多亿美元，方向改了6次，产品还是做不出来。哪怕是苹果国内的山寨竞争对手小米，他们都已经做出了小米汽车，而苹果所有前期的投入全部打了水漂。所以当我们把所有这3件事情放在一块儿看的时候，他们共同就指向了同一件事情：苹果是时候需要一个真正能够拍板做决定的人来接班了。苹果公司董事会的考察名单里头一直是有好几位人选的。我们先说第一位，杰夫·威廉姆斯。那如果你在4年前
问苹果内部的任何一个中层管理者，那下一任的 CEO 到底会是谁？那10个人里头有8个都会给你同一个名字，威廉姆斯。因为理由非常充分，他是库克的 COO， 他在苹果工作将近30年，是库克最亲密的工作伙伴。有人说威廉姆斯他根本就是库克的影子，这个说法并不是贬义，这是在说他非常懂库克的语言，他用库克的逻辑来做事情，在运营、供应链、医疗健康业务上都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履历。2019年，设计大神乔纳森·艾维离开苹果，库克把整个工业设计跟软件设计团队的管辖权全都交给了威廉姆斯。那这个动作在当时被广泛解读为库克这是在给 CEO 的接班人提前铺好了道路。14年的时间里头，威廉姆斯就是那个苹果内部被默认的 CEO 的接班人。但是到了2020年4月份的时候，彭博社的古尔曼他发了一篇报道，公开点了另外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就是特拉斯，苹果硬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这一篇彭博社的新闻报道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信号，因为在苹果这样一种公司，接班人的讨论它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的出现在媒体上。古尔曼这个记者，他跟苹果内部的信源有非比寻常的关系，这个让他的每一篇关于接班人的报道都不只是外界那些流于表面的泛泛之谈，而是苹果公司内部某一些人，他想让这个 CEO 候选人的名字进入公众的视野。从这样一篇报道开始，威廉姆斯在苹果内部东宫太子的处境开始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2025年3月份，库克把苹果的 AI 业务，也就是 Siri 的这个直接控制权从威廉姆斯的管辖范围里面抽走，转给了软件工程那边。那这个是他砍下来的第一刀。2个月之后，2025年5月份，库克把工业设计跟软件设计团队的直接汇报线从威廉姆斯手里收回来，放到他自己的办公室。那这个是砍下来的第2刀。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情没有？这2刀都是从威廉姆斯手里头收权，然后向上集中到库克本人手里。非常明显是库克在有计划的收权，这个在大公司里头是一个特定的信号，也就是原来内定的这个接班人的方案看来是不成立了，新的方案或许还没有到时间可以宣布，所以如果内部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权力它先聚拢回中心，等到合适的时候，时机成立的时候再重新分配。但是这2次收权的动作之后，有一个相当直接的后果。2025年5月份，库克收回了设计权，而同年6月的 WWDC 大会上，苹果推出了一套全新的系统界面的设计风格，也就是液态玻璃的风格。它号称是2013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用户界面的重构，所有的界面元素都变成了是半透明的液态玻璃的质感。从视觉上确实是非常炫酷也好看，但是过去极少公开批评苹果的，苹果公司有40年合作历史的一个权威用户体验的评测机构里尔森诺曼集团，他们在2025年9月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的标题就是非常的开门见山，单刀直入，液态玻璃风格糟透了。这个报告说，苹果公司这是40年 UI 演进历史里面第一回界面让更少的用户受益了，而不是惠及到更多的人。这个重大的挫败是在库克收回设计权限之后第一次重大决策的产物。我们再说回威廉姆斯，2025年7月份，他宣布退休，原话是想要多花一点时间来陪伴我的家人，尤其是5个孙辈。这其实是一个体面的说法。我们可以去看看时间节点，2025年11月，威廉姆斯正式离开了苹果。2025年12月10号，仅仅25天之后，财富杂志就报道，威廉姆斯
加入了迪士尼的董事会。从威廉姆斯正式从苹果离职到迪士尼发布公告，中间只隔了25天的时间。在职场混过的都知道，迪士尼董事会的席位它是怎么样运作的呀？绝对不可能是上周打个电话，下周就能够来上班。它至少需要提前半年的时间来做备调啊、谈判啊、审批啊，来来回回的这个流程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在威廉姆斯对着苹果全公司说我想要多陪家人讲这个话之前的大半年，他离开苹果去迪士尼董事会的后路就已经被安排好了。所以这是一个极其体面的软着陆啊！市面传闻是库克的安排，因为他与迪士尼董事会某一位关键人士是好朋友，所以这个职位也就是打一个电话的事儿。不明就里的外界只看到一个苹果的老高管退休了，但其实这是一个培养了14年的内定的 CEO 接班人，但是在18个月的时间里头失势，3次被削权，最终被废黜的故事。然后这个失败的竞争者带着一个提前安排好的着陆点和降落伞，完成了这样一场体面的退出。在市值超过4万亿这样一个超大型公司的权力游戏里头，失败者的退出机制同等重要，没有谁是会被随机扔出去睡大街的。在威廉姆斯离职的同期，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发生了。主导液态玻璃这个 UI 设计的主管艾伦戴，他在2025年12月份也离开了苹果，去了 Meta。接替他的是乐梅，这是一个1999年就加入苹果，参与过初代 iPhone 界面工程设计的技术出身的工程师。戴这个人，他是艾维一手培养出来的门生，也是艾维的设计体系在苹果内部的最后的继承人。他的离职意味着延续28年的艾维的设计体系在苹果内部正式画上了句号。设计部门从艺术主导过渡到工程主导，这个并不是一个偶然的，这是延续了库克上任之后对于艾维路线的清洗。而另外一条值得展开的暗线，也是苹果的叛将他们在公司以外在硅谷的一个重新集结的过程。而他们集结之后，有可能会直接挑战 AI 时代苹果的地位。威廉姆斯出局之后，苹果的下一任 CEO 到底是谁呢？董事会的桌子上还有4个候选人。那第一个是萨比汉，他是威廉姆斯的副手，印度裔，在苹果的供应链工作了将近30年，是苹果全球供应链能力的核心执行者之一。威廉姆斯退休之后，萨比汉他接任了首席运营官的职位，看起来像是被推到了接班人候选的这么一个位置上。但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苹果公司董事会的逻辑，萨比汉他的背景跟威廉姆斯是高度重合，他的履历跟他擅长的领域同样是集中在运营、供应链、采购这些方面，所以选择韩等于是选择了另外一个威廉姆斯，或者是另外一个库克，延续的是同一套公司治理的模式。但是在 Vision Pro 已经失败， Apple Car 也已经被放弃，而且 AI 全面落后之后，苹果公司的董事会他们最不需要的就是再给他们另外一个版本的库克。所以即便这个韩他拿到了 COO 的头衔，但是这样一把椅子很明显并不属于他。另外一位人选是费德里吉，他是你每一年在苹果春晚上看到的最多的那个人，白头发的绅士，苹果的软件工程高级副总裁。对于苹果来说，他是辨识度最高的第2号公众人物。费德里吉跟特拉斯在苹果芯片迁移项目上的合作，是苹果近10年来最成功的硬件方面的转型。那为什么他不会是最终的候选人呢？因为费德里吉他从来没有独立的管理过硬件的业务，而苹果接下来的核心竞争一定会是在硬件层面的差异化，不会只是在纯软件方面。
费德里奇他的供应链的经验基本为零，而这个也是他接任 CEO 必须要面对的最大的障碍。而且根据内部消息透露出来，他本人其实也并不愿意担任 CEO 的职责。个人的意愿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约束，因为你肯定没办法强迫一个不想当 CEO 的人可以做好 CEO 的职位。所有这3点叠加在一块儿，就会让费德里奇从候选人的名单上自动退出，不是被排挤出圈，是因为经验上少了一块，再加上他本人也的确是不想要这个位置。最后一个人选是詹纳德里。詹纳德里是库克在2018年从谷歌挖过来的 AI 主管，在谷歌曾经主导过 Google Assistant 的这个技术底层。2026年4月15日，苹果宣布特拉斯接班的第5天，詹纳德里离职了。外界把这个事情理解成是他因为竞争失败而退场的信号，但坦白来说，詹纳德里从一开始他就不在接班人的候选名单里头，因为他负责的核心方向 Siri 是苹果在 AI 领域最明显的一个失败的项目，所以2025年3月份，苹果才刚刚把 Siri 这个控制权从他的管辖范围里头拿走。4月中旬只不过是他最后一批苹果股票归属日的到期日，而一旦股票到期套现离场，那这个时间序列也说明了他离职并不是因为输赢的结果，而是他本人从来没有进入过这个竞争的最后阶段。8年的 AI 主管，他的任务完成了，虽然这个结果并不那么好看，但是时间到了，钱也拿到手了啊，走人没毛病。所以前面3个都不是最终人选，剩下的最后这个大家已经从新闻上面看到了。苹果公司的本场宫斗大戏，虽然在外界看来最终胜出来的这一位名不见经传，但其实在外界几乎没有注意到的情况底下，最终人选的结果已经提前几个月就内定下来了。这里头有一个关键人物叫做艾迪邱，他的头衔是苹果公司服务部门的高级副总裁，他负责的包括苹果音乐啊、App Store 啊、Apple TV 啊等等所有这些订阅服务的业务。但是仅仅只是一个高级副总裁的这个头衔，解释不了这个人物在苹果公司内部的真实生态位。艾迪邱他除了是库克最亲密的工作伙伴，是真正少数能够理解库克思考逻辑的人，而且大家注意啊，他还是在苹果 C 级行政管理团队里头少数几个跟库克有私交的，可以出现在库克核心朋友圈里的人物。在苹果内部有一个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判断，艾迪邱他说的话往往会被解读为是库克暂时不方便说，但是愿意让艾迪邱来传达的话。那所以他口里出来的这些信息，不是一个说话随便的人在信口开河而已。根据彭博社古尔曼的报道，在过去18个月里头，艾迪邱在苹果内部的多个非正式的场合都说过同一句话：下任 CEO 应该就是他了，应该就是特拉斯。艾迪邱这么一个非常关键的特殊人物，在过去18个月里头，在多个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人说出同样类似的判断，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叫做在测试空气，在让这个共识沉淀下来，是在用非正式的方式让特拉斯这个名字在执行层里头变得不再需要辩护，变得在苹果公司普通员工心里头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所以我们看到苹果的这个 CEO 接班的程序，它并不是董事会突然开了一次会拍了板，然后让全公司的人就此接受一个空降的人物。它的运作方式是先在执行层面达成非正式的共识，让这个共识在内部慢慢的渗透，慢慢的稳定下来，让可能出现的反对声音有机会冒头，有机会被讨论、被处理，然后消化掉。在这之后，
走一个正式的程序，其实只不过是确认了这个过程而已。所以艾迪邱说这句话的时候，只不过是苹果公司 CEO 接班程序的一个非正式共识阶段的核心节点。它不是在提建议，它是在有规划的逐步慢慢的释放一个信号，它是在告诉苹果执行层，也是在慢慢的告诉苹果的员工，大方向已经确定了，你们可以开始对齐了。那特拉斯他到底是谁呢？他凭什么能够坐上苹果公司 CEO 的位置呢？接班人要能够接得住，要能够站得稳，他至少要有3条支柱。哪3条呢？库克的钦点，执行层的跨部门合作的历史，以及内部经过一个非正式的背书的过程。如果我们去对照一下这些候选人名单，你就会发现威廉姆斯他最多只有1条，而且来自于库克的背书，在2025年2次削权之后，这条腿在实质上已经被抽走了。萨比汉他只有库克的信任，但是董事会是不可能挑选他作为下一任 CEO 的人选的。费德里吉他有跨部门合作的经历，但是他缺乏硬件开发的经验，他本人也并不想要去竞选这个职位。而詹纳德里他1条都不具备，从一开始他就不在候选人的讨论范围里头。而只有特拉斯3条腿全部都立住了。库克的任命以及在任命的邮件里头不吝示美之词的这个背书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而特拉斯跟费德里基他们共同主导的苹果公司芯片迁移的这个项目，这个非常完美的合作历史。另外就是通过艾迪邱持续18个月的时间慢慢释放出来达成的全公司范围内的一个共识，以及这个非正式背书的过程，相当于在苹果公司内部已经完成了达成共识的这个过程。所有这几个候选人当中，对于特拉斯他是已经完成，所以基本上对于特拉斯来说，他已经用3条腿稳稳的站住了。但是这样一场 CEO 的交接，还有第4个维度，是公开报道里头最少被解释的一个。约翰斯罗吉这位是以色列裔苹果的硬件技术高级副总裁，今年大概62岁。这位老兄他干了一件事情，那这个事情让苹果在过去15年在硬件层面建立起了真正的竞争壁垒，是他一手打造了苹果的 A 系列芯片跟 M 系列的芯片。从初代 iPhone 的 A 系列芯片到 M 系列芯片，这个是苹果最重要的硬件技术的资产，也是 iPhone 在全球手机市场拥有最高利润率的核心原因之一。2025年12月，施罗吉他在非常认真的考虑从苹果公司离职，因为来自于硅谷几家 AI 公司的开价是他很难抗拒的。除了给他提供 CTO 的职位之外，还会加上高额的股权，总包的规模大概要去到3亿美元。我们可以理解一下这个 offer 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问题不是钱，那苹果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苹果不差钱，所以钱不是问题。问题是苹果没有一个比高级副总裁更高的职位可以给到这位老兄了，因为 CEO 跟 COO 的位置刚才已经说了，都已经有人了。但是如果让施罗吉就这样走了，那苹果会在新王登基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失去了芯片架构师这个关键岗位的不二人选。 A 系列跟 M 系列的芯片背后的这个知识体系，它不可能只在内部的文档里头，而是在这个老兄的脑海里。所以这样一种级别人才的流失发生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上，是苹果公司没有办法承受的损失跟代价。对于库克来说，他别无选择，他只能够重新创建一个新的职位来留住这位老兄。2026年4月20号，苹果同时宣布了2件事情：特拉斯接任 CEO， 而施罗吉会出任 Chief Hardware Officer， 也就是首席硬件官。这是苹果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职位，而他负责的具体内容是把
特拉斯原来管辖的硬件工程业务，再加上施罗吉他本来就已经在负责的这个硬件技术的业务合并之后，统一交给施罗吉。那与此同时，给他这个新的高级头衔。那从此之后 ，CHO 就是苹果公司内部仅次于 CEO 和 COO 的第3号人物。特拉斯的 CEO 任命跟施罗吉的首席硬件官的任命在同一天同一份公告里面出现，说白了，这也是一个迫不得已的捆绑交易。特拉斯接任苹果 CEO 的合法性也部分乃自于施罗吉的留任，因为只有施罗吉能够留下来，那苹果的硬件技术的基础在新的班子里头才是稳定的。施罗吉留任的诱因则来自于新班子给他的这个扩权的空间，因为特拉斯接任了 CEO， 苹果才能够在执行层、在行政管理层、在重组上拥有合法性，也才能够造出首席硬件官这个新的 title， 这个新的头衔。所以这两件事情实际上是互为前提。苹果的企业文化其实有给一些特定的特别杰出的人创造一个全新职位的先例。乔布斯的时代是为合适的人来创造一个合适的职位，而库克的时代是为了留住一个优秀的人来创造一个妥协的位置。但是不管怎么样说都好，这场接班的最后一张牌，那的确是在4月20号的公告里头，这两个人的名字同时出现了。苹果新任 CEO 走马上任，那这件事情对于硅谷这个生态圈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按照行业惯例，那华尔街这些媒体、这些记者肯定会把他的底细扒个遍，对不对？但是你去查一下特拉斯，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他没有个人博客，没有 X 的账号， LinkedIn 上面只有一张企业的形象照，就连配偶是谁也没有公开记录。他在苹果埋头工作了25年，公开发言的场合屈指可数，那最多也只出席一些产品的发布会，讲的也全是关于苹果产品的一些硬核的细节，没有任何一句是关于他自己的。在今天这个 CEO 特别喜欢发言，甚至你可以说很多科技公司的 CEO 都变得网红化的这个年代，这样一种非常低调的存在感是极为反常的。我们看到硅谷大公司的高管几乎都有主动维护个人品牌的这样一种叙事啊、演讲啊、播客啊、专栏啊、社交账号的习惯。那这个非常容易理解，因为这些都是个人品牌的一些标配。但特拉斯他是一个非常显眼的例外，25年的时间里头，他选择性的不存在于这些社交平台。那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来头呢？他出生于1975年，生于加州，1997年本科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机械工程学士，辅修心理学专业。他的毕业设计是这么一个产品，为四肢瘫痪的患者设计一个头动控制的机械喂食的手臂，当病人用下颌的微小动作就可以控制机械臂把饭送到嘴边。这个毕设跟他后来在苹果公司25年里头参与主导的方向有一条不那么显眼的脉络。苹果手表的这个健康传感器 iPhone 的辅助功能都是让硬件能够服务于普通产品通常不会考虑的这批特殊的用户。你可以说这个是巧合，但你也可以说一个22岁在毕业设计的时候就在专攻这个方向的人，他对于硬件为谁服务应该会有一些比其他人或者比他个人的简历更深刻的理解。那毕业之后，他先在一家做 VR 头显的公司工作了4年啊，这个是说的是90年代。而2001年，他加入了苹果，在艾维的设计工程部门工作。那个时候，苹果正在推 iPod， 整个硬件团队的节奏跟后来是完全不一样。在为苹果工作的25年里头，特拉斯他有2次非常明显的工作失误，我们值得单独讲一讲。第一次是触摸屏 Touch Bar。2016年，苹果在 MacBook 上面推出了一条放在键盘顶部取代传统功能键的触摸屏的窄条。特拉斯他是这个项目的核心负责人之一。
但是 Touch Bar 的这个问题很快就出现了，因为它增加了成本，而且需要开发者单独适配每一个 App， 但是对于大多数用户的日常使用来说，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帮助。而专业的用户尤其不满，他们宁愿要回一个实体的功能按键。所以2023年我们看到苹果最终砍掉了 Touch Bar 这么一个硬件设计， MacBook 这个产品线全面回归传统物理功能键的设计，从上市到下架花了7年的时间。而第二个非常彻底的失败是蝴蝶键盘。2015年苹果公司推出了超薄版的 MacBook， 而为了配合这个极致的超薄设计，为了配合这个极致的机身薄度，他们牺牲了按键行程，蝴蝶键的这个键程太短，导致手感是大幅的下降。而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灰尘非常容易卡住键帽，导致按键失灵。2018年苹果面临来自于用户的大规模集体诉讼，最终以5000万美金和解。2019年苹果公司悄悄切换回了剪刀脚的键盘结构，并在后来逐步回调了键程。特拉斯是这2次硬件设计失误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这在苹果公司内部并不是什么秘密。但特拉斯在随后也同样取消了这个 Touch Bar 的设计，键盘全面回归，重新引入了 HDMI 的接口跟 SD 的卡槽，这些都是用户长期要求的设计回调。这些硬件设计恢复的决定是特拉斯在更高的职位上参与拍板来决策的。也就是说，他曾经踩过坑，他也翻过车，但是他也亲手回填了这些坑。所以这些失败的经历，它的意义并不是证明说他这个人有多么的优秀或者是多么的差劲，而是说明在他25年的这个职业生涯里头，他处理过自己的错误，他没有把问题留给其他人来帮他收拾烂摊子。在苹果这样的大公司里头，自己挖的坑能够自己填这件事情比从来不翻车要罕见得多，因为后者往往意味着你做的事情还不够多，你闯的祸不够多，也就意味着说你的闯劲、你的创新精神还不够。特拉斯所做过的，对于他登上 CEO 位置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之前提到的和费德里奇共同主导了苹果芯片的迁移项目。从2020年的 M1 芯片到2024年的 M4，4年内苹果完成了 Mac 产品线的全线芯片替换，从英特尔架构非常完美的切换到了自研芯片。这是一个横跨硬件设计、软件工程、生产制造的超大型跨部门的项目，涉及到4000亿的美刀。这个项目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人能够直接管辖，需要软件跟硬件2个部门在没有统一指挥链的情况底下，高度默契、互相配合、高度协调才能够完成。特拉斯跟费德里奇把这件事情做得非常成功。Mac 在迁移之后，销量连续3年都创下历史的新高。所以这个项目证明了一件事情，特拉斯他能够在原本不属于他直接管辖的领域，运用非常高超的协调和跨部门沟通的能力，把事情推完。库克任内有2次最大的压注 Vision Pro 跟苹果汽车，这2个项目特拉斯都公开表示过保留意见。关于 Vision Pro， 古尔曼的这个报道说他在项目的不同阶段都有过保留意见。而关于苹果汽车这个项目，曾经在某一个阶段追求 Level 5的完全自动驾驶，特拉斯的立场是强烈的怀疑。所以这2个态度意味着一件事情，就是特拉斯他接手 Vision Pro 跟苹果汽车的遗产，不需要在组织内部为这2个项目的失败来辩护，因为他个人和这2个项目保持的距离从一开始就在这里。而董事会或许也因为特拉斯在这2个项目上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而非常愿意认可他将来的领导力。至于特拉斯上任之后到底会把苹果带向哪一个方向，这个是在9月1号他正式上任以后才会揭晓答案。那讲到这个地方，我们把所有这些收集到的关于苹果公司 CEO
接班的信息碎片放在一块儿，你会发现硬件决策的底层能力，跨硬件软件两端的协调能力，处理过自己失误的记录，对于2个已经确定失败的项目和方向没有历史负担，而且表现出了超绝的判断力，这4条一一对应下了苹果眼下最大的几个坑。所以不得不说，对于特拉斯的选择不是简单的巧合，是某种程度上命中注定的选择。这个是苹果这么一个超大型组织选拔 CEO 最基本的一个匹配逻辑。你这个公司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你就需要找一个什么样形状的人来填这个坑。本次苹果更换 CEO， 他没有选择最像乔布斯的人，他没有选择最像库克的人，他选了一个履历的形状最像当下问题的人。那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库克时代结束的最清楚的信号。9月1日之后，特拉斯他要面对的局面，说实话并不轻松。在 AI 方面应该如何追赶其他几家？中美脱钩之后生产线迁移的问题应该如何妥善处置？所有这些都没有轻松的答案。所以届时当苹果在召开管理会议的时候，特拉斯他是会问20个问题，等着这些高管打完一架之后给他一个答案，还是说他自己会直接拍板选定一个方向呢？华尔街和媒体说特拉斯他会自己闯出一条路。我是艾森，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